在世界的东方，有一个历史悠久、文化多样的国家——中国。在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，孕育了56个风格迥异的民族，他们共同编织着一幅丰富多彩的文化织锦。然而，在这众多的民族之中，有一个民族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脱颖而出，那就是金族，一个起源于邻国越南，如今却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地上的民族。他们是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，同时也是越南的主体民族，占据着越南人口的 86%。 他们的语言、他们的习俗与越南如此相似，仿佛是同根生的兄弟，却又在中国的土地上绽放着不同的光芒。但这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，让这个民族在中国的土地上与越南的同胞们展现出如此不同的面貌？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金族人的世界，探索他们的过去和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特文化的同时融入现代社会，展现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魅力。与大多数民族在广袤陆地建立家园不同，金族人选择了与海共舞的生活方式。他们的生活与海洋息息相关，海洋不仅是他们生存的基础，更是他们文化的灵魂。与藏族人对珠穆朗玛峰的敬畏，蒙古族人对草原的依赖，傣族人对澜沧江的依恋不同，金族人对海洋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和理解。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，在越南北部的红河平原上，生活着一群勇敢的渔民，他们被称为越人。这些渔民与海浪为伴，与海风共舞，他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。然而，由于越南封建王朝的变迁和中越两国关系的波动，他们的生活轨迹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部分越人不得不远离自己熟悉的家乡，踏上了寻找新生活的迁移之旅。相传在16世纪初，金族的祖先从越南的涂山出发，他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，迎着朝阳，踏上了寻找新家园的旅程。他们穿越波涛汹涌的北部湾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最终抵达了中国广西的东兴市。当他们第一次看到广西的海岸线时，心中充满了激动与期待。这里有着广袤的海域和丰饶的渔场，对于以海为生的金族人来说，这里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家园。海天一色，沙滩柔软，海鸟翱翔，他们很快被这里充满生机的土地所吸引，于是在乌头岛及其周边的岛屿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新家园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捕鱼、耕种、建房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海洋文化。然而，金族人的历史并非一帆风顺，他们不仅需要应对无情的海洋，还要忍受外来侵略的压迫和剥削。在1884年，一场名为中法战争的风暴席卷了亚洲的东南角，其中一段历史特别引人注目，那就是江平金族地区的故事。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那个动荡的年代，走进那个被战火和侵略者阴影笼罩的地方。江平，一个曾经宁静而富饶的渔村，坐落在越南北部的海岸线上，以其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海产而闻名。然而，随着法国侵略者的铁蹄踏入这片土地，一切都变了。侵略者们带着他们的枪炮和贪婪，打破了这里的宁静，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。侵略者们在江平地区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站和工厂，他们用低廉的价格收购当地的农产品和海产，然后再以高价出售，从中获取巨额利润。他们还掠夺了当地的矿产资源，将这些宝贵的资源运回法国，用于自己的工业发展。更令人痛心的是，他们还控制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，将许多金族人变成了廉价劳动力，为他们工作，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。这段历史对于金族人来说是一段充满苦难和屈辱的记忆，但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，金族人也没有放弃。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。他们秘密地组织起来，进行游击战，破坏侵略者的设施，保护当地的资源不被掠夺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，但江平地区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粮食短缺，水资源匮乏，这个曾经富饶的地区变得贫瘠和困苦。然而，金族人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压垮，他们凭借着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，
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工作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物质上的匮乏虽然令人痛苦，但更深层次的挑战来自于文化上的冲突和差异。不仅是有外来的文化侵略，还有对本地语言、习俗的不适应，但是金族人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他们在努力寻找着与当地文化的平衡与融合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与中国的其他多元文化相互交融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族文化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全面识别和确认各民族，国家展开了一系列工作。金族这个跨越山海的民族，因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，被正式认定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。1958年，根据金族人民的意愿和国家的批准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字——金族。从此，金族不仅是越南的主体民族，也成为了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。金族三岛位于中国湛江市，主要由3个岛构成。万尾岛形似一只鱼，岛上居民以捕鱼为生，他们的生活节奏与潮汐的起伏紧密相连。山心岛位于3岛的心脏地带，这里的金族人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渔业和农耕文化，展现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。乌头岛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成为了观赏日出的绝佳地点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。游客们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到壮丽的日出景象，还能深入体验金族的渔业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，使得乌头岛成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旅游目的地。当晨光透过薄雾，轻轻洒在金族3岛的沙滩上，渔民们忙碌的一天便开始了。赶海是金族人与大海亲密接触的方式，也是他们经济生活方式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。随着潮水缓缓退去，露出了湿滑的沙滩和岩石，金族的渔民们便开始了他们的赶海活动。他们身着橡胶长靴，手持特制的赶海工具，腰间挂着小巧的箩筐，沿着海岸线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赶海的过程充满了技巧和耐心，渔民们会仔细寻找那些隐藏在沙滩下或岩石缝隙中的小生物。他们用特制的短铲轻轻挖开沙土，寻找着蛤蜊、沙虫和螃蟹。在退潮后的浅水区域，他们还会用细网捕捉那些游动的小鱼和虾。金族人对潮汐的规律了如指掌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是赶海的最佳时机。在潮水最低的时候，海滩上的生物是最丰富，也是赶海收获最大的时候。据当地渔民介绍，一个熟练的赶海人在一个潮汐周期内可以收获最多达50公斤的海产品。这些新鲜的海产品不仅为渔民家庭提供了食物来源，也是他们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市场上，新鲜的贝类和鱼类总是供不应求，赶海所得的海产品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。据估计，一个渔民在赶海季节的月均收入可达到3000元人民币左右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重要的家庭收入。赶海不仅是金族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他们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。在赶海的过程中，渔民们传承着世代相传的知识和技能，也传递着对大海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。随着太阳升高，赶海的人们满载而归，他们的箩筐里装满了大海的馈赠。这些新鲜的海味将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也会被带到市场上，为渔民带来一天的收获。金族人忙碌的一天当然不止赶海。当夜幕降临，金族渔村的宁静被轻轻唤醒，渔民们开始为夜间的捕鱼活动做准备。这是一个与白天赶海截然不同的场景，在星光和月光的照耀下，渔民们开始检查他们的渔船，确保船体牢固，渔网无损。他们会仔细整理渔具，包括渔网、鱼钩、浮标和沉子。随着夜色加深，金族渔民们点亮了渔船上的灯光，这些灯光在海面上闪烁，像是另一番星光。灯光捕鱼是一种利用鱼类对光线的吸引进行捕捉的方法。渔民们利用这一特性，将灯光安装在船舷两侧，吸引鱼群靠近。在灯光的照耀下，海面上开始出现鱼群的踪迹。渔民们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，判断鱼群的位置和动向。在合适的时机，他们迅速而熟练地撒开渔网。
渔网在水面上展开，如同一张巨大的幕布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，渔民们开始收网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渔网拉出水面，网中的鱼儿在星光下闪烁着银光。随着渔网逐渐收紧，渔民们的脸上露出了收获的喜悦。每一次收网都是对渔民辛勤劳作的回报。根据渔业部门的最新统计数据，一次夜间捕鱼行动中，渔民们平均能够捕获约120公斤的鱼类。按照当前市场批发价格计算，单次夜间捕鱼的收入平均可达1200元人民币。考虑到捕鱼季节从春季开始，一直持续到秋季，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，一个家庭在这段时间内通过夜间捕鱼所获得的收入，累计可达72000元人民币，甚至更多。这一数字不仅凸显了夜间捕鱼对渔民家庭经济的重大贡献，也体现了渔业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重要性。随着季节的更迭，金族人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变化。在捕鱼季节，岛上的空气中弥漫着海产品的气息，渔民们早出晚归，带着满船的收获归来。在休渔季节，岛上则显得宁静安详，渔民们修补渔网，准备下一次的出海。休渔期对于金族人来说也是忙碌而充实的。虽然这段时间他们不能出海捕鱼，但他们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多项活动，以准备开渔后的捕鱼活动，同时也为家庭增加收入。休渔期是渔民修补渔网和对渔船进行检修的时期，以确保渔船在开渔后能够安全出海。一些船老大会利用休渔期对渔船的设施进行提升，包括驾驶舱、生活区的升级改造，以提升渔民在船上的生活质量。为了增加收入，许多渔民会在休渔期间找兼职工作，比如在建筑工地做短期工，或从事海产养殖等。不过随着旅游业的发展，一些渔民开始转向休闲渔业，利用休闲渔船带游客出海体验捕鱼乐趣。这不仅为渔民提供了收入来源，也丰富了他们的岸上生活。休渔期也给渔民提供了更多与家人团聚的时间，他们可以参与家庭和社区的各种活动，加强社区联系。金族人与蒙古等少数民族一样，每年都会庆祝他们的传统节日哈节。哈节的形成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，其中一个传说讲述了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，教会人们制服恶龙的办法，让出海劳作的金族人民都能平安归来。人们因此兴建哈亭来纪念这位歌仙，并定期在哈亭以唱歌和传歌的方式来赞美歌仙，建成节俗，形成哈节。哈节的主要活动包括敬圣神、庆丰收、求平安和传文化。金族群众会穿上民族盛装，聚集在哈亭，通过载歌载舞的方式庆祝自己的传统佳节。哈亭是金族供奉村社保护神的场所，也是村社议事的地点。此外，它还是哈节祭神、相引、唱哈鱼神的地方。哈节的序幕是迎神仪式，在这一天，村民们身着节日的盛装，手持香火，走向海边，迎接海神的到来。他们相信海神会在这一天降临人间，保佑他们来年渔业丰收，家人平安。迎神队伍中，长者们手持法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年轻一代则跟随其后，学习这仪式的每一个细节。随着海神的归来，村民们回到哈亭，开始了庄重的祭祀仪式。供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祭品，有新鲜的海产品，有自家种植的瓜果，还有手工制作的糕点。村民们轮流上前，焚香祈福，祈求神灵的庇护。空气中弥漫着香烟和海风的味道，神圣而祥和。祭祀仪式结束后，哈节的气氛逐渐变得欢快起来。村民们围坐在哈亭周围，开始唱哈。哈节所演唱的民歌称为哈歌。唱哈的主要角色有3人，一男2女。男的叫哈哥，一人弹独弦琴伴奏；女的叫哈妹，轮流担任主唱。歌唱内容包括民族历史、传说故事、爱情和友谊这些歌谣。随着歌声的起伏，人们开始跳起了传统的舞蹈，步伐随着节奏摆动，整个哈亭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。在哈节上，村民们还会展开包括斗牛、比武、角力等传统体育活动，这些活动展示了他们的技艺和勇气，同时他们也享受着竞技带来的快乐和刺激。当夜幕降临，哈节接近尾声，
村民们再次聚集在海边，举行送神仪式。他们相信，海神在享受了人们的敬意和庆祝后，将返回海底的宫殿。送神队伍手持火把，缓缓走向海边，将火把投入海中，象征着神灵的离去和对神灵的感激。随着火光在海面上渐渐熄灭，哈节的庆祝活动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村民们带着满足和期待回到村庄，相信在海神的保佑下，来年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和丰收的一年。金族是一个生活在海边的民族，他们的传统服饰与海洋息息相关，以简洁飘逸、清新雅致的特点而著称。服装多选用麻纱料、丝绸或雪纺制作，以便适应海边的气候，保证穿着时的轻便和凉爽。在颜色上，金族通常会选择蓝色和白色为主色调，与海洋的底色相呼应。此外，设计上巧妙地结合了钉珠、印花等装饰手法，并配以花边、中国扣等元素，使得服饰整体呈现出简朴而美观的风格。部分设计上带有中国旗袍的气韵，领子形似旗袍领，但肩袖处做成斜肩，下身搭配裤子，既有汉服的流畅，又有旗袍的优雅。金族人的生活在悄然地与时代的步伐接轨，他们的传统服饰在节日庆典中绽放光彩，展现出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独特风貌。随着现代化的浪潮轻柔拍打着金族三岛的岸边，岛上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渐融入现代元素，而又不失其传统文化的核心。从传统的渔业到新兴的旅游服务业，从手工编织的渔网到智能化的捕鱼设备，金族人正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知。现代化使基础设施和经济得到改善和发展。金族地区通过发展边境贸易、海洋养殖和旅游业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，使金族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少数民族之一。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，85%的群众住上了楼房小院，85%以上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小汽车，人均收入达到21000多元。在教育方面，强调了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，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，确保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教育现代化。现代化建设为金族人的村社生活和社区组织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，同时也带来了挑战。苏维芳，一位年近80的金族老人，他的故事是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生动写照。苏维芳原本是广西防城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，退休后，他没有选择安逸的晚年生活，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广西东兴市江平镇的金族三岛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读到了一篇救救金族自难、留住金族文化的文章，这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对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感。金族是中国的一个海滨渔业少数民族，人口仅有2万多人。自难是金族独有的文字，是记录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已经很少有人能够使用和理解这种文字。苏维芳在2002年退休后，开始了对金族自难的搜集、整理和翻译工作。他走遍了金族三岛的每个村落，采访了200多位金族老人和民间歌手，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笔记、民间书籍和录音材料。苏维芳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整理成书籍，经过4道工序：录音整理为自难，直译为汉语，修改语法错误，整理为通顺的语句。他出版了《金族史歌集》《金族传统叙事歌集》等10多本金族文化书籍，共100余万字，为金族文化的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苏维芳还特别重视自难的传承，他成立了金族自难文化传承研究中心，开设了自难金语培训班，编写了金族乡土教材，并在金族学校开设了金族自难金语课程。他的努力使得越来越多的金族青少年能够熟练读写金语。尽管苏维芳因过度劳累患上了高血压等多种疾病，但他从未放弃过对金族文化的守望和传承。他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行动中来，让金族的血脉得以代代相传。苏维芳坚信，只要本民族的人关心并采取行动，金族的语言和文化就不会消失，而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在金族社区，
年轻一代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同时，也在努力学习自己的方言。长辈和家长鼓励孩子们保持语言的活力和传承文化，一些学校甚至开设了方言课程，教授京族语言和文化，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自己的根源。除了个人和社会，国家也在积极参与文化传承与保护。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播，东兴京族博物馆暨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于2009年7月29日正式开馆。博物馆集中展示了京族的民族服饰、自然风采、生产生活工具、独弦琴、居住环境、民间信仰、婚恋礼俗、地图资料等，全面反映了京族的生活历程和文化特色。博物馆不仅是展示京族文化的平台，还具有教育和科研的功能，成为展现京族传统文化魅力、体现国家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窗口。随着我们对京族这一独特海洋民族的探索之旅接近尾声，我们满怀敬意地回望他们与大海共舞的生活，以及在现代化浪潮中展现出的韧性与智慧。在现代化的浪潮中，京族人民从传统的采高跷捕鱼到现代化的渔业技术，从简朴的岛居生活到繁荣的边境贸易，京族人民在变革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既保持了文化的本色，又增添了时代的色彩。京族文化以其独特的传统节日和传统服饰等，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一份力量。我们应该向京族人民学习，勇敢地展示自己的文化，与其他文化和谐共荣。愿每一个民族都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保持自己的特色，愿每一种文化都能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。除了京族，你还有想要了解的其他民族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让我们共同了解更多民族与传统文化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转发哦。本期内容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